你必须割干救我儿子！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后妈逼我割干救她儿子，亲爸骂我自私，未婚夫还装好人劝我捐，捐个屁！我直接撕烂捐献书，我爸才知道，宝贝儿子压根不是他亲生的。生日宴上，我被人死死按在椅子上，动都动不了。后妈刘梅在旁边哽咽着，把病历照片推到我面前。爸陈建军把打印好的捐献倡议书轻轻放在我手边，我手边的生日礼物盒装着一本肝脏移植科普手册。后妈刘梅就在旁边哭，装的那叫一个可怜。她劝我先做配型，说小雨才6岁，根本等不起。那语气软的能掐出水，好像我不答应就是十恶不赦。可就在半小时前，她在客厅还指着我鼻子骂我冷血，骂我容不下一个小孩，还拿我死了的妈说事，说我没教养没人喂，一到众人面前就换张脸，真够会装的。我爸陈建军站边上，脸黑的跟锅底一样，他冲我吼，让我别闹了，别在亲戚面前丢人现眼，还说小雨也是我弟，我当姐的必须帮。我抬眼瞅着他，突然觉得特别可笑。我问他，当年我妈躺手术台上求他签字转院时，他是不是也这么说？是不是也对着快死的老婆冷冰冰说一句别闹？我爸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眼神都慌了，他厉声打断我，叫我别在这时候提我妈。他越不让提，我越知道他心里有多亏心。我妈死了还不到1年，他就把刘梅领进家门，对外说是什么雇人托孤，装好人，回家就逼我叫他阿姨，叫他儿子弟弟，一逼就是6年。这6年我忍了又忍，事事听话，处处退让。我以为忍一忍家里就能太平，他就能把我当亲女儿。我以为只要我够乖够懂事，总能换来一点真心。可现实一次又一次打我的脸，让我看清这个家有多凉薄。直到3天前，我在整理家庭医疗文件时，意外发现小雨与父亲血型完全不匹配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10分钟，才知道自己这6年多荒唐。他们天天说小雨是陈家唯一的儿子，是家里最疼的孩子，结果这孩子跟陈家半毛钱血缘关系都没有。他们让我顾大局懂点事，就是把我当现成的干员用。那邮箱里东西多着呢，住院账单、转账记录、户口办理的资料，还有刘梅跟别人的聊天记录，甚至连家庭聚餐的计划都有。上面写得清楚，家庭聚餐过后就以领养名义公开小雨身份，合着今晚这场家宴就是给这个冒牌货上位办的，而我就是他们要先捐出肝脏的工具，先用我的命救这个孩子，再用我的懂事装陈家体面。他们连一点愧疚都没有，只觉得我理所应当付出。我抓起桌上的捐献倡议书狠狠撕碎，刘梅的眼泪刷就停了，跟被按了暂停键一样。她立马破功，冲我喊你疯了，说小雨就在楼上等着，骂我还是不是个人。我爸也彻底炸了，对着我劈头盖脸一顿骂，说我吃陈家的喝陈家的，现在家里用人我还摆架子，合着我活这么大，在他眼里就是一笔要连本带利还的账。我住他家房子，就得把肝脏拆下来给他；我花他家一点钱，就得把命都赔给他们一家子。我直接兑回去，我住陈家的房，就该把命给你们。我爸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开始拿家庭聚餐威胁我，说今晚家里长辈全在，我敢闹就没人保我。他以为我还像以前一样，被他2句话就吓住。这时候我未婚夫张磊进来了，穿得人模狗样，伸手按住我肩膀，让我别再胡闹，说有啥事等吃完饭再说，装得跟个好人一样。他永远最会扮体面，最会在关键时刻装无辜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只剩恶心。就在1个月前，我已经把所有证据对齐，确认他就是小雨的亲生父亲，一边给我画饼，说结婚后要修我妈老房子送我，一边跟别人算计我，真够恶心。还跟刘梅说等林晓捐完肝脏，这婚约就没用了。我以前是真傻，把狼当成了能依靠的人，我以为3年感情总有几分真心，原来全是算计。我问他，你这么急是怕小雨死，还是怕我耽误你们演戏？张磊眼神一缩，脸色当场就沉了，他手上用力掐着我肩膀，逼我别闹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让他有本事就在这翻脸，正好让在场亲戚都看看你们是怎么逼我捐肝脏的。旁边的人全都看呆了，有人慌忙上前打圆场，肝脏捐献必须本人自愿，经过伦理审核和法律公正，谁都不能强迫，这是法律底线，也是做人底线，谁都不能越界。刘梅立马又开始哭，说我就是闹脾气，说孩子太小，他们实在没办法。我直接打断他，没办法就去肝源库找，别来动我，别把你们的自私包装成无可奈何。我拿起包转身就往外走，我一步都不想多待，这个地方让我窒息。刘梅在后面尖叫，你今天赶走，以后别进陈家大门。我脚步都没停，回头瞥了他一眼，陈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？张磊追出来，压低声音问我，你今晚到底想干嘛？我看着他笑，去赴家庭聚餐啊，这么热闹的场子，我怎么能错过？上车之后，我又把那些证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血型不符记录、转账记录、资金往来截图、母亲的遗嘱。律师留了一句话，母亲说我受委屈就先自保，不用管什么家和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久，原来只有母亲真心疼我，只有她从来没要求我懂事，只希望我平安。那今晚我就不听任何人的，只听母亲的话，谁想害我，我就先把谁的路堵死，谁想拿我当干员，我就先掀了谁的台。我受够了忍气吞声，受够了被人踩在脚下。晚上7点，家庭聚餐准时开始，客厅灯亮的晃眼，全是家里的长辈亲友，每个人都坐着等着看一家人和和气气，所有人都等着看陈家演一场体面大戏，等着他们把小雨光明正大的认回家里，等着看我这个懂事的女儿继续配合他们演戏。可他们谁也没想到，我今晚是来掀桌子的。我穿着黑色长裙走进去，一进门所有人都盯着我看。白天家宴的事早就传开了，谁都知道我翻了脸。我敢来不是来低头的，我是来砸场子的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
陈家藏了多少脏东西。我爸看见我，额头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。张磊站旁边，脸臭得跟吃了苍蝇一样。刘梅还硬撑着笑走过来，让我别闹了，给他面子，说等会儿跟我爸道歉，这事就翻篇。我看着他直接笑了，翻篇？我今晚来不是来道歉的，我是来发疯的。刘梅脸上的笑一下子就挂不住了，她终于意识到我今天不会再顺着他，我就挂不住了。她终于意识到我今天不会再顺着他。我把手机里的照片一张张给大家看。张磊察觉不对，立刻上前拦我。他越慌，我越觉得可笑。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第一张就是血型不符记录，字大到谁都能看清。小雨和陈建军没有血缘关系。整个客厅瞬间炸了，议论声吵到耳朵疼。所有人都在说陈家疼了6年的孩子居然是假的，他们捧了6年的宝贝居然是个外人。长辈们脸色先沉了下来，显然没料到这事。我爸猛地站起来，椅子蹭地发出刺耳声音。他吼着问谁干的，谁让放的。我站在最前面，大声说是我，今晚人这么齐，正好把脏东西都亮出来。刘梅冲上来拉我，声音都抖了，说我疯了。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说，怕别人知道小雨没亲爹，还是怕你自己没脸？他脸色刷一下白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接着把户口办理的资料和聊天记录给大家看，写得清清楚楚。家庭聚餐后以领养名义公开小雨，签字的人就是陈建军。长辈们越听脸色越冷，已经有人开始摇头。这下所有人都看明白了，我爸不是被骗，他是明明知道还故意认。他怕被亲戚笑话没后，又被刘梅拿捏得死死的，才宁可牺牲亲女儿，也要保住脸面。为了陈家的面子，为了有人传宗接代，他连血缘都不管了，更不管我被按在椅子上逼捐肝脏。几个家里长辈脸色都变了，气得不行。他们本来是来撑场面的，不是来帮着瞒丑事的。他们可以不管我过得好不好，但不能忍有人这么糟践家里。家里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能随便乱来的。我大声说，他们天天说小雨是陈家儿子，今天大家都看见了，陈家没有这个儿子，只有一个拿我当干员的局，一个骗了外人，也骗了自己的肮脏局。只有一个拿我当干员的局，一个骗了外人，也骗了自己的肮脏局。我爸冲上来想拦我，让我闭嘴。我直接对他，你逼我捐肝脏的时候怎么不说这是小事？你能拿我的命保你的体面，我就能拿你的体面换我的活路。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又把这些年给小雨花的钱，买的东西给大家看，吃的穿的用的一样不落，全是陈家的钱。还有我爸跟别人的聊天记录，写着先稳住林晓，婚约别黄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我算得明明白白。我看着我爸说，你以为我只接你认错儿子这件事？我要接的是你明明知道脏还要往家里带，你为了一个女人连做人底线都不要了。刘梅又开始哭，说她不容易，说孩子是无辜的。我直接把账单摆出来，住院费、营养费、保姆费全花家里的钱，还有我爸转给他的钱，给他买东西的钱，甚至连家里的生活费都被他偷偷拿走。家里人都骂家里人都骂开了，这哪是过日子，这是把陈家当提款机。刘梅慌了，说我爸都知道。我爸全程默认，他想拉着我爸一起下水，以为这样就能保命。我转头问我爸，这些钱是你同意的还是你亲手给的？他张着嘴说不出话，再说一句我就把更狠的证据拿出来。我又把他这些年装贤惠的样子全说出来。我说你最会装无辜，拿我的退让演你的善良，住我妈的房子，花陈家的钱养你的儿子，你掉的每滴眼泪都是算好价钱的。你从来没有真心待过这个家，只把这里当跳板。刘梅急眼了，脱口而出，你妈都死了，你还拿她压我。全场一下子安静了，我反而笑了。我说你终于说实话了，你怕的不是我，是我妈在这个家的位置，你怕我不忍了，你这层皮就全掉了。刘梅被我说的站都站不稳，脸白的像纸，她所有伪装在这一刻彻底碎干净。张磊冲上来抓我手腕，想抢我手里的手机，他说够了，别闹太过分。我看着他说，急什么？还没说到你的事呢。我直接把他是小雨亲生父亲的证据给大家看，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全亮在大家面前。最扎眼的一句，等他捐完肝脏，婚约就没用了。全场炸得更厉害了，都在骂张磊不是东西，一边跟我订婚，一边是后妈儿子的亲生父亲，还等着把我肝脏榨干再踢开，心太黑了。张磊想狡辩说是假的，我问他要不要把所有记录都拿出来，他立马闭嘴，脸都绿了。我又把他的话讲出来，他说我听话好拿捏，适合结婚，等我妈留下的东西到手，用完就甩了我。他从头到尾爱的不是我，是陈家的条件。我摘下手上的订婚戒指，直接扔在地上。我说婚约到此为止。上的订婚戒指直接扔在地上。我说婚约到此为止，你以后离我远点，我看你都嫌脏。这时候没人再觉得我是闹脾气，我是在算总账，算这6年所有的委屈、欺骗、利用和伤害。我跟所有人说，我以前不是不懂事，我是真人。我想出去上学，我爸说家里需要我，我答应。我妈留下的房子，他们说小雨养病要用，我答应。张家要订婚，我爸说为了家里安稳，我答应。我一次次让，以为他们能给我留条底线，结果呢，小雨病了找我，家里不稳压我，刘梅要体面踩我，张磊要利用我，他们全把我当干员。今天我退一步，明天他们就敢抢我的东西，占我的房，凭什么？就因为我妈走得早，就因为我好欺负。我也是人，我也有底线，我也会疼。全场安静的吓人，没人再敢劝我大度，他们以为这就完了，真正的底气还在后面。我拿出母亲的遗嘱，上面写的清楚，我年满25，
若是被人恶意逼迫，陷入生命危险，母亲留下的房子和存款即刻生效归我，那笔东西跟陈家无关，我是合法持有人，谁也动不了。我爸一看，脸彻底白了，冲上来想抢遗嘱。我说你都敢认野种当儿子，敢逼我捐肝脏，我为什么不能拿我妈留下的东西？我当场给母亲的律师打了电话，开了免提。律师明确说，协议生效，林小正是接管母亲留下的全部东西。所有人都明白了，不是我闹，是母亲早就为我打算好。一场家庭聚餐直接被我改成说理维权的现场。张磊还想辩解，说私事别闹大。我对他，你花家里钱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？好处你拿，锅我背，你脸皮可真够厚。台下有人忍不住笑出声，他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刘梅疯了一样扑过来，被家里人拦住，他尖叫着说，我就是红一阵白。刘梅疯了一样扑过来，被家里人拦住，他尖叫着说，我就是见不得小雨活，说我盼着所有人死。我冷冷看着他说，我不是见不得他活，我是不让你们踩着我活，踩着我妈的身份，我的肝脏，我的婚约，我母亲的东西活。今晚我不让了，谁都别想。家里长辈互相看了一眼，都点了头，这是已经踩破底线，他们不可能再装看不见。很快发话，我爸不能再碰母亲留下的东西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光撕了他们的脸，我还拿回了属于我的一切。以前我忍是给他们留余地，今晚我不留，他们就全扛不住。我爸还想拿孩子道德绑架我，小雨是一条命，我说那是医院的事，不是我的命，你们想救拿自己的骨头去，别来碰我。我当众把话说死。第一，小雨不是陈家重，我没义务捐。第二，肝脏必须自愿，谁都不能逼。第三，治病有很多办法，不是只有抽我的肝脏一条路，别把我不答应说成我冷血无情。我不是谁的备用器官，我是我自己。刘梅突然扑通跪下，哭着求我冲他来，放过孩子。我看着他说，你求错人了，你该求医生，求配型库，求你自己造的孽，别求我继续当你们的肝源，我受够了。这场家庭聚餐下来，陈家的遮羞布全被我扯光了。第二天消息直接传遍了亲戚邻居，张家赶紧打电话道歉，想把事压成感情纠纷。我直接让律师回，解除婚约，别的免谈。张磊后来跑到我妈老房子门口堵我，憔悴的不像样。他说他错了，跟刘梅断了，想跟我重新开始。我看着他笑，你不是后悔对不起我，你是后悔抽不到我的肝，进不了陈家的门。你最失败的就是一身算计，还非要装深情。我让他别再来找我，看见他都浪费时间。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轻了，压了6年的担子终于卸了。3天后，医院自己找肝源库配型，小雨的治疗跟我再也没关系。我没去看，不是是先把插在我身上的刀拔出来。我正式守好母亲留下的房子和存款，不再让任何人插手。我爸在走廊拦住我，几天时间老了10岁。他说不管怎么样，他是我爸，我是陈家女儿。我平静看着他说，正因为我是陈家女儿，我才要清理脏东西。我不是毁家，我是把家从你们手里就回来。他想解释他的苦衷，我直接走了。成年人最没用的就是事发后的苦衷。我妈临死没人替她讲，我被欺负6年也没人替我讲，现在他们没资格让我理解，没资格让我原谅。我回头跟他说，我妈那套房子的钥匙这周让刘梅交出来，不然下次我就直接走法律程序。我爸站在原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小时候总以为只要在原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小时候总以为只要我够懂事，家就能像个家。后来才知道，有些地方住着豺狼，从来就不是家。外人都说我那晚太疯太狠，我只觉得可笑。那不是疯，是我不想再温顺了。我妈留下的东西不给外人分，我母亲留给我的位置谁也抢不走。我的身体不是谁的应急肝源，我的人生我自己说了算。他们想抽我的肝脏，我就先抽掉陈家所有遮羞布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是谁的肝源，我是林晓，我自己掌控人生。我按约定时间带着律师和开锁师傅来到母亲老房子楼下，物业工作人员已经在单元门口等候核对我的身份信息。我拿出遗嘱、房产证复印件和律师出具的产权证明，物业确认无误，点头表示配合清场工作。我走到防盗门前，伸手按响门铃，门内传来刘梅尖利的质问声，问我是谁，我没有回应，是谁，我没有回应，再次按下门铃。刘梅隔着门骂骂咧咧，说这是她家，我没资格来。我示意开锁师傅开始工作，锁芯转动的声音响起，门内瞬间安静下来。几秒后，刘梅猛地拉开门，她伸手就要推搡我，被律师伸手拦住。刘梅尖叫着说房子是陈家的，我无权换锁。我抬眼看向屋内，客厅陈设全被更换，母亲生前的沙发、茶几不见踪影，墙上挂着刘梅和小雨的合照，取代了母亲的照片。我迈步走进客厅，脚下踩到破碎的瓷片，低头一看，是母亲常用的青花瓷茶杯，碎片散落在地板上，被踩得面目全非。我弯腰捡起最大的一块碎片，指尖被划破。律师上前提醒我注意安全，记录现场损坏情况。刘梅叉腰站在客厅中央，扬言要联系社区工作人员。我拿出手机拨通社区服务厅中央，扬言要联系社区工作人员。我拿出手机拨通社区服务热线，说明房屋产权纠纷。刘梅脸色一变，冲上来想抢我的手机，我侧身躲开，她扑空摔在沙发上。小雨从卧室跑出来，躲在刘梅身后哭。刘梅抱着孩子，开始对着楼道哭喊，说我欺负孤儿寡母。邻居纷纷打开门探头观望，对着屋内指指点点。我无视周围目光，让律师逐一拍摄屋内损毁物品。主卧门敞开着，母亲的衣柜被清空，衣柜里的衣物被褥全被堆在阳台，沾满灰尘。我走进主卧，
床头柜抽屉被撬开，母亲留下的银手镯、珍珠项链不翼而飞，书桌抽屉被翻乱，母亲的日记、旧书信散落一地，部分书页被撕毁，字迹模糊不清。我拿起一本残缺的日记，封面写着母亲的名字。刘梅在身后喊说：“这些旧东西占地方。”她早就想扔。我转身看向她，眼神早就想扔。我转身看向她，眼神冰冷。刘梅被我看得后退一步，嘴硬说房子是陈建军同意她住的。楼道传来脚步声，陈建军匆匆赶来，他一进门就对着我皱眉，让我别闹得太难看。我指着满地狼藉，问他这就是他口中的体面。陈建军避开我的目光，说刘梅带孩子不容易，让我通融几天。我问他母亲生前住在这里时，谁给过他通融？陈建军脸色一沉，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提，他让我先离开，等他劝刘梅收拾东西再搬。我拒绝，说今天必须完成清场。陈建军抬手想打我，被律师伸手架住。律师告知他，动手需要承担相应责任，会保留追责权利。陈建军收回手，骂我不孝，白养我这么多年。我问他养我的意义，就是把我当干员吗？周围邻居发出议论声，看向陈建军的眼神充满鄙夷。陈建军面子挂不住，拉着刘梅让他别再胡闹。刘梅不肯走，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喊。他说自己没地方去，小雨还在养病，不能流落街头。陈建军叹气，转头求我让刘梅暂住1个月。我明确拒绝，说产权清晰，没有协商余地。我示意开锁师傅彻底更换门锁。刘梅见状，冲进卧室，抱着小雨不肯出来。我让律师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到场协调。10分钟后，社区工作人员与物业管理人员先后赶到。社区工作人员核对产权证明，确认房屋归属我所有。社区工作人员告知刘梅，拒不搬离属于非法侵占，可按规定处理。刘梅这才慌了，松开抱着小雨的手。她指着我骂，说我心狠手辣，六亲不认。我不接话，让她限时10分钟收拾个人物品。刘梅磨磨蹭蹭，把衣柜里新买的衣服塞进行李箱。她故意把母亲的旧物踢到地上，用脚踩踏。我上前制止，拍下她故意损毁财物的视频。刘梅见状，不敢再放肆，加快收拾速度。陈建军站在一旁，全程沉默，没有维护母亲任何一件物品。他只时不时叮嘱刘梅别落下重要东西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对父爱最后一丝期待彻底消散。刘梅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，回头瞪我，她说早晚要让我付出代价，不会让我好过。我懒得回应，示意她赶紧离开。陈建军跟在刘梅身后，出门前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他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闭嘴，转身下楼。防盗门被彻底关上，我反锁门锁，卸下防盗链。律师拿出清单，让我核对屋内损毁与丢失物品。我逐一确认，母亲的首饰、照片、日记均有丢失或损坏。律师记录完毕，说可以整理材料，走法律程序索赔。我点头，让律师全权处理。我开始清理屋内垃圾，把刘梅留下的杂物丢出门外。阳台堆放的母亲衣物被我抱进卧室，仔细拍打灰尘。我找出收纳箱，将完好的衣物分类叠放。地板上的瓷片被我扫进垃圾袋，小心收纳。我走到客厅墙面，撕下刘梅挂的合照，墙面留下痕迹。我拿出砂纸，慢慢打磨平整。我从车里带来母亲的大幅照片，重新挂在墙面正中央。我擦拭照片边框，确保没有灰尘。我打开主卧衣柜，重新规划收纳空间。母亲的旧床品被我铺在床上，恢复原本摆放方式。我在书桌抽屉里找到一张母亲年轻时的全家福，照片边角有折痕，画面里母亲抱着年幼的我。我把照片放进相框，摆在书桌正中央。我联系保洁人员，上门深度清洁房屋。保洁人员清理厨房、卫生间，去除刘梅。上门深度清洁房屋。保洁人员清理厨房、卫生间，去除刘梅留下的痕迹。我检查每个房间，确认没有遗留的私人物品。次卧原本是我的房间，被刘梅改成小雨的儿童房，墙上贴满卡通贴纸，家具全是儿童款式。我撕掉贴纸，墙面留下胶印，准备重新粉刷。我把儿童家具全部搬出房间，堆放在楼道，联系二手家具回收商，上门拉走所有物品。房间清空后，我恢复成原本的模样，书桌、书架、单人床摆回原位，和我小时候一样。我坐在书桌前，翻开母亲残留的日记片段，字迹娟秀，记录着日常琐事与生活安排。我把日记碎片收好，放进密封收纳和保存。我清点丢失的首饰，列出详细清单交给律师。律师告知我，刘梅的行为涉及故意损毁财物与侵占，可以走法律流程，要求返还财物并赔偿损失。我让律师尽快提交材料，不接受任何调解。下午，物业上门核对房屋信息，更新业主登记资料，系统内产权人变更为我，房屋彻底回归我名下。我更换房屋密码锁，设置只有我知道的密码。我联系装修师傅，上门修补墙面，更换损坏的灯具。装修师傅报价合理，约定次日开始施工。我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看着恢复整洁的房间。手机响起，是陌生号码，接通后是陈建军的声音，他让我撤销对刘梅的追责，说一家人没必要闹僵。我直接拒绝，说他没资格替我做决定。陈建军骂我冷血，说我不顾妇女情分。我反问他，逼我捐肝时怎么不顾妇女情分？陈建军语塞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挂断电话，拉黑他的号码。没过多久，张磊的电话打进来，我同样拉黑。我打开手机相册，翻看家庭聚餐当天拍摄的证据，所有材料备份在云端，加密保存。我联系银行，办理母亲遗产存款的接收手续。银行核对遗嘱与身份证明，确认款项归属我。次日，
装修师傅准时上门施工，打磨墙面，粉刷白色乳胶漆，房间焕然一新，更换损坏的灯具、开关、电路全面检查维修。我在一旁监督，确保施工质量达标。中午，师傅休息，我下楼买水和午餐，刚走到单元门口，撞见刘梅带着小雨蹲在路边。她看见我，立刻拉着小雨冲过来，小雨伸手拽住我的衣角，哭着让我给他们房子住。刘梅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说我狠心不管亲弟弟。我甩开小雨的手，明确告知她我没有弟弟，我让刘梅立刻离开，否则再次联系社区。刘梅不敢上前，站在原地骂骂咧咧。邻居路过，纷纷指责站在原地骂骂咧咧。邻居路过，纷纷指责刘梅不知廉耻。刘梅见没人帮她，只能拉着小雨灰溜溜离开。我上楼继续监督装修，不受外界干扰。傍晚，施工结束，房屋整体焕然一新，墙面洁白，灯光明亮，没有一丝之前的杂乱。我把母亲的物品归位，房间恢复原有布局。我坐在母亲的沙发上，打开电视，播放戏曲节目。手机收到律师发来的消息，相关流程已受理，相关文书将送达刘梅与陈建军手中，按流程推进。我回复律师，按程序推进，无需额外沟通。夜里，我躺在母亲的床上，安静休息，没有争吵，没有逼迫，没有算计。清晨，我被阳光叫醒，拉开窗帘，窗外阳光明媚。我洗漱完毕，出门购买生活用品，超市里选购食材、厨具，补充厨房空缺。结账时，偶遇远房亲戚，对方主动和我打招呼，亲戚语气客气，说之前不清楚陈家的事，支持我的决定。我点头回应，礼貌道别。回到家，我开始整理厨房，清洗厨具，把母亲留下的旧餐具摆上橱柜，摆放整齐。我开火做饭，按照母亲教我的步骤操作，饭菜出锅，保持原本的做法与口味。我坐在餐桌前吃饭，手机收到流程推进通知，1周后按流程处理，审理财务损毁与侵占相关事宜。我把通知截图保存，告知律师准时跟进。饭后，我清理房屋卫生，保持房间整洁。我找出园艺工具，打理阳台的花草。留梅期间不管不顾，花草大多枯萎，我修剪枯枝，浇水施肥，做基础养护。我坐在阳台椅子上，看着楼下人来人往。手机响起，是社区电话，通知协调陈建军与刘梅的居住问题。机响起，是社区电话，通知协调陈建军与刘梅的居住问题。我明确表示，个人事务与我无关，不参与协调。社区工作人员无奈，只能挂断电话。下午，有人敲门，开门是陈建军，他头发花白，神情憔悴，站在门口不说话。我侧身让他进来，他走进客厅，环顾四周，他看到墙上母亲的照片，眼神闪烁。他走到照片前，站了很久，没有说话。我坐在沙发上，静静等着他开口。陈建军转身说，他知道之前的处理方式不妥。他说刘梅已经搬出去，租住在老旧小区，小雨病情稳定，在医院接受常规治疗。他说自己没脸再提要求，只是想来看看老房子。我告诉他，房子是母亲留给我的，和他无关。他点头说他明白，以后不会再来打扰。他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母亲的照片，说完，他推门离开，轻轻关上防盗门。我没有起身相送，坐在原地没有动。律师发来消息，张磊得知消息，主动联系求和，愿意赔偿部分损失，希望我停止追责。我回复律师，拒绝和解，要求按规定处理。张磊见求和无果，开始四处托亲戚说情，亲戚陆续给我打电话，我全部拒绝，统一口径，按规则处理问题，不接受私下调解。处理当天，我带着律师准时到达指定地点，刘梅和陈建军、张磊均到场。刘梅当场哭闹，说自己生活困难，无力承担。现场工作人员制止她的行为，要求陈述事实。律师提交所有证据，现场照片、聊天记录、产权证明，证据链完整。刘梅损毁财物、侵占房屋事实清楚。张磊试图撇清关系，说自己没有参与侵占。律师提交他协助刘梅转移物品的聊天记录，张磊面色凝重，无话可说。陈建军当场承认默许刘梅侵占房屋，存在过错。现场给出处理结果，刘梅限期返还侵占财物，赔偿房屋修缮、物品损毁费用共计8万元，张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万元，陈建军承担相应责任，赔偿1万元。3人均未提出异议，处理结果生效。刘梅无力赔偿，按流程执行，冻结他名下相关账户。张磊为避免影响工作，主动转账赔偿款。陈建军拿出积蓄，缴纳赔偿费用。1周后，丢失的母亲首饰被追回大半，部分被刘梅变卖的款项原路返还至我账户。我收到赔偿款，全部存入母亲留下的账户。我用部分赔偿款修缮阳台，购买新的花草。母亲生前喜欢的月季、茉莉重新栽种，我定期浇水打理，做好日常养护。我回到公司上班，同事们对我态度尊重。之前听说陈家的事，没人再敢对我指指点点。我专心工作，业绩稳步提升，得到领导赏识。下班后，我回到老房子，做饭、看书、打理花草，生活规律平静，没有纷争，没有算计。周末，我联系物品修复师，上门修复母亲的旧照片与日记。修复师专业细心，按流程开展修复工作。我把母亲的物品妥善保管，做好防护措施。某天下午，我接到医院电话，对方告知小雨找到合适肝源，手术顺利完成。我平静回应，知道了，与我无关。我挂断医院告知小雨手术顺利的电话，把手机扣在茶几上。我起身走到阳台，给母亲留下的月季浇透水，
动作没有丝毫停顿。手机屏幕再次亮起，来电显示是本市固定电话，我按下接听电话，我按下接听。陈建军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沙哑又生硬。他说：“家里翻出你母亲的一本老相册，你过来拿一下。”我站在阳台，指尖搭在花盆边缘，语气没有起伏，让物业转交，我不会踏进陈家一步。陈建军的音量陡然提高，带着惯有的控制欲：“那是你亲妈遗物，你必须亲自来拿。”我直接戳破他的用意，声音冷得没有温度：“你不是想给我相册，你是想替刘梅说情，想让我撤掉赔偿追责。”陈建军被戳穿，呼吸变得粗重：“我是你爸，你就不能给我留一点脸面？”我冷笑一声，一字一句回敬：“你把我按在椅子上逼捐肝时，没给我留活路；你认下别人的儿子，挥霍我妈遗产时，没给我留脸面。你现在跟我谈脸面，晚了。”陈建军被对的说不出话，沉默几秒后狠狠挂断电话。我把手机扔回沙发，转身下楼前往沉默几秒后狠狠挂断电话。我把手机扔回沙发，转身下楼前往物业中心。物业工作人员把一本泛黄的硬壳相册递给我，封面印着母亲的名字。我翻开相册，里面全是我幼年和母亲的单人合照，没有陈建军，没有刘梅。我合上相册，抱在怀里，转身走出物业大门。刚走到单元门口，远房婶子张桂兰突然从路边冲过来拦住我，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力气大的掐进肉里：“小小啊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那是你亲爸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”我用力抽回胳膊，后退一步拉开距离，眼神冷淡。一家人的前提是互相尊重，不是我单方面被榨干。张桂兰不死心，继续上前半步，语气带着道德绑架：“你爸老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刘梅带着孩子不容易，小雨刚做完手术，你就当积德行善。”我看着他，逐条清晰反驳：“我爸老了不是他逼我捐肝的理由，刘梅不容易不是他侵占我妈房子，损毁遗物的借口。小雨生病，该负责的是他亲生父亲张磊，不是我。”张桂兰被噎得脸色涨红，还想继续劝说，我直接打断他：“我的事我自己处理，不劳婶子费心。”我绕过他，径直走向停车处，开车离开。张桂兰站在原地，盯着我的车尾，脸色阴晴不定。当天下午，家族微信群里开始出现大量针对我的议论，有人说我翅膀硬了不认亲爹，有人说我霸占遗产心太黑，有人附和张桂兰，说我应该顾全大局，原谅陈家所有人。只有2、3个远亲私下发言，说陈家做事太过分，我没有错。我点开微信群，直接开启消息免打扰，不再看任何内容。我清楚这些亲戚只会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，从来不会在意我6年的委屈。与此同时，刘梅的生活彻底陷入绝境，法院判决的赔偿款她无力支付，名下账户被冻结。她没有正式工作，没有稳定收入，带着小雨租住在老旧筒子楼。小雨术后需要长期服药和复查，医药费缺口越来越大。张磊在支付完判决的2万元赔偿后，彻底和他断了联系。刘梅走投无路，把所有希望压在我身上。她用出租屋座机给我打电话，第一次被我直接挂断。第2天下午，座机再次打来，我按下接听，听筒里传来小雨的哭声：“姐姐，我好疼，我没有钱买药，你救救我。”我盯着手机屏幕，声音没有丝毫波澜：“医药费找你亲生父亲张磊，我没有义务负责。”刘梅突然抢过电话，对着听筒撕心裂肺哭喊：“林晓，你这个冷血动物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怎么忍心见死不救？”我冷静开口：“你教孩子道德绑架时，怎么不想想他是孩子？你联合陈建军、张磊把我当干员时，怎么不想想他是孩子？陈建军、张磊把我当干员时，怎么不想想他是孩子？”刘梅被对得哑口无言，依旧在电话里撒泼哭闹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把这个座机号码拉入黑名单。刘梅不甘心，开始在我居住的小区门口卖惨博同情。她每天早上带着小雨坐在小区大门左侧，逢人就哭诉，说我霸占母亲遗产，把他们母子赶出家门，不管小雨死活。起初有不明真相的邻居上前安慰，对我产生误解。几天之后，有认识内情的邻居把我被逼迫捐肝、房屋被侵占的事说出来，围观邻居纷纷变脸，指责刘梅不知羞耻，倒打一耙。物业工作人员接到多次投诉，上门警告刘梅禁止扰乱小区秩序，刘梅不听，依旧每天准时到小区门口哭闹。我得知消息后，没有亲自出面，直接联系律师，我让律师起草律师函，以诽谤罪、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警告刘梅。律师函当天送达刘梅出租屋，她看完内容，再也不敢出现在我小区门口。张磊的处境同样糟糕，赔偿款让他损失一笔钱，名声也彻底臭了。他在设计公司上班，同事们私下议论他骗婚，联合外人算计未婚妻。他担心影响升职和合作，托我们共同的大学同学李薇递话。李薇约我在公司楼下咖啡厅见面，开门见山转达张磊的意思。张磊说愿意再额外给你10万块，彻底了结所有纠纷。他希望你不再追责，也不要对外提起这件事，给他留条路。我看着李薇，语气坚定，没有丝毫商量余地。第一，法院判决已生效，按判决执行即可，不需要额外商业补偿。第二，我没有主动对外散播他的丑事，是他自己做事不端。第三，想解套，先为自己的行为公开道歉，而不是用钱摆平。李薇把我的想解套，先为自己的行为公开道歉，而不是用钱摆平。李薇把我的原话转达给张磊，张磊当场暴怒，摔碎了办公室的水杯。他不甘心，开始在行业小圈子里恶意抹黑我，说我性格偏激，家庭混乱，不好合作，
劝同行不要和我打交道。公司同事隐约听到风声，看我的眼神带着异样。部门主管私下找我谈话，询问我是否影响工作。我当着主管的面打开工作文件，条理清晰汇报近期项目进度，所有数据精准无误，项目推进比计划更快，成果超出预期。主管点头，表示相信我的专业能力，让我安心工作。1周后，公司举办行业内部项目交流会，我负责核心项目汇报。我站在台上，逻辑清晰，语速平稳，完整讲解项目方案。台下同行和合作方频频点头。汇报结束后，响起热烈掌声。会后，有同事私下试探着问起我的家庭情况，我看着对方坦然回应：私事是私事，工作是工作，我分得很清楚，我不会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中，也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关注无关之事。简短几句话，彻底打消同事的顾虑，树立公私分明的职场形象。此后，公司再也没有人私下议论我的家事，对我多了几分尊重。陈建军在第一次电话碰壁后，沉寂了10天。这天傍晚，我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，只有一句话：我在你妈房子楼下，有你母亲的东西给你。我走到阳台往下看，陈建军孤零零站在单元门口，手里攥着一个蓝色小布包。他头发花白，背比之前更驼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衬衫。我犹豫2秒，锁好门下楼，站在离他2步远的地方。东西给我，你可以走了。陈建军抬起头，眼神里带着从未有过的疲惫和卑微。他把布包递到我面前，声音轻得像蚊子叫：这是你妈以前的银戒指，我当年藏起来了，现在还给你。我接过布包打开一看，正是母亲生前常戴的素圈银戒指。我把戒指放进随身包里，没有道谢，没有多余表情。还有事吗？陈建军张了张嘴，犹豫很久，终于说出目的。刘梅实在拿不出赔偿款，账户被冻结，小雨复查都没钱，你能不能撤掉追责，宽限他几年，我慢慢替他还。我眼神瞬间变冷，语气没有丝毫缓和。我没有逼他，是他自己触犯法律，必须承担责任。当年我妈躺在手术台上，你不肯签字转院，谁宽限过她？当年我被按在椅子上逼捐肝，谁给过我选择的余地？陈建军面色凝重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站在原地，看着我转身上楼，没有勇气上前挽留。我回到家，把银戒指放进母亲的首饰盒，盒子里被追回的首饰整齐摆放，一件不少。我关上首饰盒，转身坐在书桌前，打开电脑处理工作邮件。当晚8点，家族里辈分最高的二爷爷打来电话。二爷爷平时不插手家事，说话公正有分量。他开口没有道德绑架，语气沉稳。小小，二爷爷知道你这6年受了太多委屈，陈家对不起你。我平静回应，谢谢二爷爷理解。二爷爷继续说，你爸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。刘梅和张磊的事，你按法律程序走，我们家族长辈不干涉，以后家族聚会不会有人再对你指指点点。我点头，我只想要属于我的公道，不会无理取闹。周2下午3点，医院急诊室给我打来了电话，电话那头的护士语速急促，说我爸陈建军突发脑出血，已经送进抢救。护士明确告诉我，他的直系亲属只有我，必须立刻到场签字确认救治方案。我握着手机，指尖一点都没抖。我问清医院地址和科室，没有马上动身，我先拨通了律师的电话，并且开启了录音。我告诉律师，我父亲陈建军突发疾病，医院要求我这个直系亲属到场。律师问我打算怎么办，我只说一切按照法律流程来处理。我挂掉电话，开车前往医院。急诊走廊里挤满了家属，空气里全是消毒水和血腥味混在一起的味道。护士一看见我，立刻递过来一叠病危通知书和手术同意书。护士催我赶紧签字，说再耽误就错过最佳抢救时间了。我没有立刻拿起笔，我要求医生先给我出具完整的病情说明、手术风险评估和费用预估清单。主治医生面露不耐，说情况紧急，让我别耽误救治。我抬眼看向医生，语气平稳的没有一点波澜。我是他的直系亲属，我有权知道全部的医疗信息，不把风险和费用说清楚，我不会签任何文件。医生没办法，转身去打印相关材料。等待的时候，远房婶子张桂兰带着3个亲戚冲进了走廊。张桂兰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用力掐得很紧。你爸都快没了，你还在这摆架子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用力抽回手腕，往后退了半步，拉开距离。抢救是医院的职责，签字是我的权利，这2件事不冲突。另一个亲戚凑上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，你拿着你妈留下的房子和存款，眼睁睁看着你爸去死，你会遭天谴的。我拿出手机，对准说话的那个亲戚打开了拍摄，请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，我会留好证据。那个亲戚瞬间闭上嘴，脸涨得通红。张桂兰还想上前纠缠，被我冷冷看了一眼，再动手拉我，我马上报警告你寻衅滋事。张桂兰僵在原地，不敢再往前一步。医生拿着材料回来了，一项一项跟我说明病情。陈建军脑出血的量很大，手术成功率只有40%左右，术后很大概率会留下偏瘫、失语这类后遗症。前期手术费加上住院费预估要15万，后续康复和长期护理的费用每个月至少要1万。我一页一页翻看材料，确认所有信息都没问题。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名字，只签医疗同意的项目。我在费用确认那一栏标注清楚，只垫付首次手术费用，后续费用按照法律规定执行。医生没有意见，拿着文件进了手术室。手术室的灯亮了起来，张桂兰他们围在门口哭天喊地，他们时不时斜着眼睛看我，
眼神里全是指责。我走到走廊尽头，坐在长椅上等着。我一点都不着急，全程在翻看手机里的法律条文。半小时之后，家族微信群弹出了几十条未读消息。张桂兰在群里发了陈建军病危的消息，配文指责我不孝冷血。群里的亲戚纷纷跟着附和，要求我承担全部医疗和护理费用。有人说我占着母亲的遗产，就该卖了房子给我爸治病。有人提议把母亲的老房子抵押，换长期的治疗资金。还有人直接艾特我，逼我马上表态。我点开群聊，把所有言论都截图保存下来。我没有回复任何一条消息，直接把群聊设置成永久免打扰。我又拨通律师的电话，把群里的情况告诉了他。律师建议我保存好证据，后面可以用来应对诽谤和无理要求。我挂了电话，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一份书面声明。声明的内容很清晰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一，我已经签署手术同意书，履行了直系亲属的医疗决策权。二，我只按照履行了直系亲属的医疗决策权。二，我只按照法律规定支付最低赡养费和必要的医疗费用。三，母亲留下的房产和存款是我的合法个人财产，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处置。四，拒绝一切形式的道德绑架、责任摊派和房产侵占要求。五，父亲后续的照护事宜全部委托专业养老护理机构处理。六，我不再和父亲以及相关亲戚进行任何私下见面和沟通。我把声明发给律师，让他帮忙审核定稿。手术室的灯灭了，医生从手术间走了出来。医生告诉我，手术很成功，病人已经转到重症监护室观察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多问病情的细节。我去缴费窗口交了首次手术费用15万元。缴费完成之后，我打印了缴费凭证，拍照留底。张桂兰他们看见我交了钱，立刻围了上来。张桂兰说，后续的康复费、护理费你必须全都包了。我看着全都包了。我看着他把手机里的书面声明拿了出来，我只承担法律规定的最低费用，其他的都和我无关。张桂兰提高了音量，引得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。你爸养你这么大，你就给这么点钱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我打开拍摄功能，对准张桂兰，你这是恶意道德绑架，再纠缠我马上报警。张桂兰怕被拍，不敢再大声吵闹。我转身离开医院，没有再往重症监护室的方向看一眼。我回到母亲的老房子，把客厅坏掉的插座换了。我把缴费凭证和书面声明整理好，存进加密的文件夹里。第二天上午，律师告诉我，声明已经审核完毕，可以正式发布。我把书面声明打印了5份，分别送到社区居委会、医院医患办、家族二爷爷那里，剩下的2份由律师留着，用来应对后面的纠纷。当天下午，家族长辈在社区会议室开了正式的家庭会议。张桂兰一个一个通知亲戚，一定要到场逼我妥协。会议时间定在傍晚6点。我准时走进了会议室，会议室里坐了20多个亲戚，气氛特别压抑。二爷爷坐在主位上，脸色很难看。张桂兰第一个开口，把纸和笔放在我面前，今天必须说清楚，你爸后面所有的花费，你全都要承担。还有，把你妈那套房子拿出来，以房养老，专门给她治病。其他亲戚纷纷跟着附和，七嘴八舌的提要求。有人要求我每个月给3万块赡养费，有人要求我亲自去医院陪护，一步都不能离开。有人要求我把房产过户到家族公共账户，让长辈监管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等所有人都说完了，才慢慢开口。我拿出书面声明，一个字一个字念给所有人听。念完之后，我把声明的复印件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二爷爷拿起声明，仔细看了一遍，没有说话。张桂兰一把抢过复印件，撕得粉碎。这东西不算数，亲情不能用法律算得这么清楚。我看着他，语气依旧平稳。法律是底线，底线之上才有资格谈亲情。你们只知道用亲情绑架，不讲责任和义务，这不是亲情，是勒索。一个远房叔叔拍着桌子站了起来，你霸占遗产，不管父亲的死活，我们家族容不下你这种人。我拿出手机，播放了家族微信群里的录音片段，片段里清清楚楚录下了亲戚们要求卖房、抵押房产的话。我又拿出陈建军逼我捐肝、刘梅侵占房子的证据照片。在场的亲戚看见这些证据，一下子全都安静了。二爷爷咳嗽了一声，看向所有人，陈家之前的事是建军对不起小小，这件事没什么好辩解的。张桂兰急了，连忙插嘴，可他现在病了，小小条件最好，就应该多承担一点。我看向二爷爷，拿出了法律条文的复印件。根据民法典，子女的赡养义务以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为基础。我每个月按照本市最低生活标准的2倍支付赡养费，已经超出法定义务了。母亲的遗产和父亲的赡养没有关系，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处置。二爷爷点了点头，认可了我的说法。他看向其他亲戚，语气很严肃，小小是按照法律办事，没有错。谁再敢逼他卖房子、摊派费用，就是扰乱家族秩序，直接逐出家族。亲戚们互相看了看，不敢再提过分的要求。张桂兰不死心，还想争辩。二爷爷瞪了他一眼，他马上闭上了嘴。家庭会议结束了，亲戚们一个个离开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。我收拾好文件，一个人走出了会议室。我没有回家，开车去了母亲的墓地。我站在墓碑前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流泪。我把书面声明放在墓碑前，站了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，我拿起声明，开车离开了墓地。我拨通律师的电话，
委托他对接专业的养老护理机构。我要求机构全权负责陈建军术后的康复、护理和日常事务，所有费用都从我按月支付的赡养费里扣除。机构和我只通过书面邮件对公账户沟通，不安排私下见面。律师当天就对接好了机构，签好了委托协议。第二天，机构派人去了医院，办理了陈建军的转院交接手续。医院通知我，交接已经完成，后续的医疗通知直接发给机构。我没有回复，直接删掉了医院的通知短信。周三上午，母亲老房子所在的社区给我打了电话，社区工作人员说，房子的老旧管线存在安全隐患，需要限期整改，整改费用预估2万块，需要业主自己承担。我问清楚整改标准和施工单位，把所有信息都记了下来。我挂了电话，联系了有资质的水电施工团队，我要求团队按照社区的标准施工，全程拍摄施工视频。施工当天，我到现场监督，确认管线全部更换合格。整改完成之后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验收，出具了合格证明。我支付了施工费用，保存好发票和验收报告。中午下午，一个陌生男人敲响了母亲老房子的门。男人说自己是房产投机商，拿出了收购合同，他出价300万，让我马上卖掉母亲的老房子。我看了一眼合同，直接拒绝了。男人不死心，每天都在小区门口堵我，他故意在邻居面前说我握着急售房，故意抬高价格。我没有出面，委托律师给这个男人发了律师函，律师函明确告诉他房子是合法遗产，我拒绝出售。如果再进行骚扰和造谣，我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男人收到律师函之后，再也不敢出现在小区附近。1周之后，陈建军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，护理机构告诉我，病人意识清醒，左边肢体偏瘫。机构同步发来了病情报告和费用清单，我核对之后按月转了账。陈建军好几次让机构联系我，想见我一面，机构按照委托协议全都拒绝了，告诉他只对接书面事务。陈建军又让亲戚联系我，所有打来的电话都被我拉黑了。张桂兰不甘心，带着礼物来到母亲老房子楼下，她坐在单元门口，见人就说我不孝，父亲病重都不肯见一面。邻居们早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没人理他，全都绕着走。物业工作人员看见了，上前劝他离开，张桂兰不肯走。我知道之后，让律师报了警。警察到场之后，对张桂兰进行了警告，强行把她带离了小区。张桂兰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上门骚扰我。4月1号，我通过对公账户按时支付了赡养费，我备注好款项用途，保存好转账凭证。护理机构每个月都会发费用明细，我只核对金额，其他的一概不看。某天下午，我收到了机构转过来的陈建军手写的纸条，纸条上只有一句话：爸爸知道错了，想见你最后一面。我看完纸条，直接撕碎了，扔进了垃圾桶。我没有任何回复，继续处理手上的工作。周末，我唯一的朋友李薇约我见面。李薇看着我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你真的一辈子都不见你爸了吗？外面的人都在说你太狠了。我喝了一口咖啡，语气很平静，我不是狠，我是在守住自己的边界。他逼我捐肝侵占我妈遗产的时候，没给我留一点余地。我现在按照法律办事，不欠他任何东西。李薇点了点头，没有再劝我。我拿出手机，把书面声明给李薇看，我所有的行为都在法律框架之内，没有任何过错。李薇看完之后，认同了我的做法。周一上班，公司领导找到了我，领导说有合作方打听我的家庭情况，担心会影响合作。我把书面声明和法律文件拿出来，交给了领导。我简单说明了情况，明确表示我公私分明。领导看完文件，当场表态：你的工作能力很出众，私事不会影响工作，公司全力支持你。合作方知道情况之后，打消了顾虑，继续推进合作。我负责的项目顺利落地，拿到了公司年度优秀员工的奖励。我拿到奖金，全都存进了母亲的遗产账户。我用一部分奖金给母亲的老房子换了全新的门窗，新的门窗密封性更好，安全性也更高。新的门窗密封性更好，安全性也更高。我又请了专业人员，对房子做了全面的安全检测。检测报告显示，房子没有产权争议，也没有结构隐患。我把报告归档和之前的产权证明放在一起。某天，律师给我发来了消息，律师说刘梅因为无力偿还赔偿款，被法院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她坐不了高铁、飞机，办不了贷款，生活处处受限。张磊被公司辞退了，行业里没人敢录用他，只能打零工过日子。我看到消息，没有一点情绪起伏，删掉消息，继续整理手头的工作资料。我知道生活还得继续。